这边呢，我相信已经进入到老镇的周边了。你看啊，这房子都特意的把它改造成了古色古香的样貌，这叫做庄行西街，修复过的一条老街。哦，这是一个石板的步行桥，看着很古老。这边好像比西街要热闹一些。我记得这边是先开发的，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吧，就感觉这边好像又修复了更多的这种仿古建筑。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接近庄行老镇了，应该就在前面1-2公里的地方了。这边我们看大片的油菜花田，但是这个田里面呢，也有很多无为而治的蚕豆。有这种蚕豆呢，这边是一个季节性的食物啊，就春天时候蚕豆长出来，很快大家就会到市场上去购买。过了1-2个礼拜呢，慢慢就没了。那本地的蚕豆味道比较好，或者比较适合本地人的口味，被称为本地豆。但是呢，其实上海附近的很多地方也是有出蚕豆的，那就会冠于客豆，就并不是本地的这样的意思。我们上海人是相信本地豆好吃，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不管怎么说呢，吃蚕豆一定要趁着新鲜，因为一定要在很嫩的时候吃才好吃。做法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放点油在锅里炒一炒，放一些葱花，放点油盐啊，这个就行了，连酱油都不用放。现在经过这条叫浦南运河桥，这是一个运河，还蛮大的，是人工挖出来的吗？这边呢，我相信已经进入到老镇的周边了。你看啊，这房子都特意的把它改造成了古色古香的样貌。这里出大米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开车还到这边来买米过。这边马路边上有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一些老人家闲坐聊天。这就是小镇的生活。边上是上海市商检局庄行药园，这边还有些什么制衣公司啊等等。这里有个公共厕所，门面装修还挺好的。这个古镇有个名字叫冷江雨巷，也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我也没搞明白。右侧是专门的停车场，我们就随便的走走吧。这里也是餐馆，是其他的什么食品的，可以一边吃一边走的吗？这里米行很多，卖米的店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老镇。其实呢，如果不去把它修容改变一下，其实已经破败了。经过一番修复，还是呈现着以前古镇的一些模样吧。这个地方我就骑行转转啊，这叫做庄行西街，修复过的一条老街。
你是楼上楼下的。哦，这边还有牙科诊所开的，号称40年诊所。这里重新铺了一些石板啊，这边还有一些显示，就以前的一些古仔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呢，还是有的上海周边的这种文化特色，整个江南地区这种老街道非常之多。我也是可能教育了，我也是可能，非常小茶，身体不宜。哎呦，这还有听戏的啊，这很有意思。哦，一只长猫。这边呢，就到了一片河川的地方了。你看，弄了一个牌坊，长庆安南，还是挺不错的。上面怎么写？天朗风和，人人常永庆，水深流远，祖德永流芳。蛮有意思的。现在是一个古桥，还是黄色的桥？平安桥，桥的那头还在进行修复工程。哦，今天的水还挺多啊！你看这个水都没到最下面一节台阶上。这是一个新做的影壁，都是荷花啊。这边还有牡丹园下一层。哦，正好趁着有车，这边可以乱骑，我就骑进去看看。貌似比我上次来的时候修复了更多的东西。你看啊，这边叫南桥塘，塘就是一条水道。前面修了一个人行桥，还挺漂亮的。西街八字桥，因为这边还有座桥，哎，挺美的。推着车上了这座桥，我们来看看啊，以后的规划应该一路修过去吧。来看看，这边应该还在修路，过不去了。那我就干脆走一段这个木桥吧。抚善桥、八字桥。哦，这是一个石板的步行桥，
看着很古老，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有以后回学校很远啊。哦，从这里望出去，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看出来还在建设过程之中，还没有完全搞好啊，这边应该是过不去了。双南路，这里我们可以过去的。哟，门口还有2只鸟。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中国人的人文回归啊？就在这么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积累下来的这种中国人认同的所谓古色古香啊，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只要但凡经历了一个朝代的变革，安定下来以后啊，肯定就是复古，所谓的传统。然后呢，就会添油加漆。但是遗憾的是呢，最终这些到时候又会经历一次灾难啊，就是呢循环往复。这座桥叫惠府桥。现在在修路呢。哇，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林乱啊，看着新的建设过程之中。这是一座老桥，我看边上有建一座新桥。这条马路边上呢，你看啊，就有很多的老年人，都当地人家，他们在这里闲聊。好，我走完了西街，再到双行东街去走一段。对面有什么？双行老街生煎，这边好像比西街要热闹一些。我记得这边是先开发的，来看一看。上海奉贤庄行南桥堂历史文化分用区，密密麻麻的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个地方叫邮车弄。哦，这边有很多老房子，跟上海城隍庙的那房子非常像。这个地方人太多，我就推着车回这里。这里已经在那种植了。东信楼茶馆书场，在这边吃点心、说书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段时间没来了吧，就感觉这边好像又修复了更多的这种仿古建筑。这边是重新做了一些东西，这叫什么新船，靠在河上的一座有廊的桥。这些水缸里面有一些莲花，还开得挺好的。明清历史街区，上了一个高台，这个地方是两条江汇合的地方。冷金亭、长霞翠仙，挺漂亮的。哦，这里又建了一块地方，这地方以前都是没有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对面又建了一片仿古建筑，就这块区域已经变大了。只能来了啊，不花费点力，还在车上走。下面是一个雨巷游船码头，这是两条江汇在一块的地方。你那里是哪里的？是吧？那有啊。来看看这边，碧绿的河，还搞得很干净。确实跟以前来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就新修了很多房子的建筑，范围呢就扩大了很多，所以这边显得人也多了很多。这边还有一个名人馆李家台，以前在上海开罐头厂的一个姓李的人，他的老宅。有餐馆路口呀，我那中间路，跟人家几个路，这就一样的呀，老宅一样的呀。你们家都知道，那这样方面现在到不在下不来呀。咱们北岸干都不好意思。虽然呢，这种人工这个修复仿古建筑的痕迹非常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比方说10年、20年、几十年再回过头来看看，大家就以为这些都是老建筑了。这里有个水磨，
以前就是磨米粉、面粉就是靠这种。原本我只是到此骑车看看，没想到其实这里面挺大。这里你还引入了很多日本的动漫的这种形象。城隍文化展示馆在我这做客。这里要干什么？来了好多的店铺，但是这种店铺的宣传的这种招牌，我看跟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相符。哦，真的，这个老郑好像是比以前大多了呀。这里有一位王先生，王水博，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也有一些咖啡店。以下这个过街楼。真的，这个去年好像我还来过的，就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完全变成古色古香的商业街道了。这个还是工程很大啊，村民非常勤快的，很快把它建成了这种仿古的旅游街区了。南塘风菊，江寒草堂。这也是一个文保单位，文保建筑，就以前陈旧的，现在修复过以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古展。这个地方叫李雪琴古展，晚清的一位姓李的人，看来这边姓李的名还是不少的。进来看看这修复了以后的样貌，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这条仿古街道呢，专门都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石板做成的马路，所以适合步行吧，骑车并不是很方便。到了这条仿古街的尽头了，这边居然还有会展中心。美股商场，这里又是一座桥，叫龙巷，叫花女广场。因为这边有一处出名地方叫双行花女，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再来回望一下，前面这座桥叫右倾桥。我还是决定沿路返回啊。
有意思的，你看啊，明明是一条仿古的老街道，结果全部搞成了这种非常时尚、吸引年轻人、受年轻人喜爱的这种动漫的人物啊，这个挺有意思。这条叫明之桥，哇，有很多妇女们在这边跳舞。这个就是河里走的这种小游艇，它是电动的。这个对面的这地方叫什么？九龙丘。看来很多店还没有营业，都是空关着的状态。前面那个桥是什么？新丹桥。哦，这个地方桥建的不错，环境真的是不错的。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寄畅园的图册呢？把中国的一些山水画印在墙上，挺有意思的。丁香园，里面戴望舒的遗像，很有名的石柱。原来这个桥是以一个人叫庄心丹来命名的，是一位设计师。我觉得再过半年、1年再来的话，就这些仿古的建筑，这些店都开张以后，就会更加热闹。这座桥叫武丘桥，桥的那边有武丘亭。这里就是2条河汇合的地方。刚刚就是从这个桥上下来的，前面这个叫钟灵桥。这个亭子叫冷静亭。现在呢，我已经逛完了庄行东街，由这条叫冷江以下古色古香的这条街道，回到了一心街上。觉得这段还是蛮有意思的，正好来这个老街走走，
享受一下春天的这种气息。好了，那光华老街游呢就到此结束了。下面我还是想再往前走走，到花田，应该叫米田还是花田一个区域去走走。这边呢是一个农业观光区，那我们等一会儿就从这边出发，再到那边去走走。谢谢大家跟随观赏，再见，拜拜。